这是一块机械硬盘，它的转速有5400转，由磁头写入磁片的方式去存储信息。而这是一块固态硬盘，它并不能旋转，依靠电路扫描和开关的作用去存储信息。两种不同的存储原理，速度却天差地别。除了开机速度这种我们能够直观感受到的，那一块更快的硬盘到底能带给我们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呢？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智泰首款 PCIe 4 SSD Type Pro 7000全网首发评测。测评嘛，当然得有对比，所以我动用了 RMB 的力量，跟东子做了一些交易。导演，你别骗我啊，说好公司报销的。这几款都是 PCIe 4.0x4 固态硬盘，3款标称也都很给力，标称都达到了7G 每秒。Nice。这3块硬盘都是 M.2 2280的规格，奇数 SN850是单面 PCB 板，三星980 Pro 呢同样是单面 PCB 板，不同的是背面贴了块铜片来帮助散热，而智泰 Type Pro 7000采用的是 X-Stacking 2.0 闪存，双面闪存设计，此外搭载独立 DRAM 缓存。那这几块固态硬盘究竟怎么样呢？首先是传统保留节目，不服跑个分。我们这次测试采用的平台信息如下：通过 Crystal DSmart 跑分，我们可以看到3款固态的读取速度，除了980 Pro 稍微慢了点，没有达到标称 ，SN850 和 Type Pro 7000都是超过了7000兆每秒，智泰更是达到了7400多。写入速度来看呢，智泰还是最快的。这时候又有聪明的观众要说了，你这都是理论上最快的，纸面上的数据。是这个我也想到了，于是我们还运用了 Fast Copy 模拟了大型文件的拷贝。这里需要特别指出，因为几块 SSD 用的都是 PCIe 4.0，但是现在市面上的主板很少有支持双 PCIe 4.0的，所以我们采用的是从内存中割取一部分空间的方式进行文件拷贝测试。我们模拟了一个45G 的大型文件来进行拷贝，最快的是 Type Pro 7000 5151兆每秒，用时8.9秒拷完；最慢的是980 Pro 3890兆每秒，用时11.8秒拷完。这样看下来 ，SN850 和 Type Pro 7000的实际写入速度与理论速度相差不大，980 Pro 呢跟理论写入速度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果然，想象都是很丰满的，但是现实很骨感。又考虑到实际的应用办公需求，我测试3款固态 PS 打开一张 24.6G 的星空图所需要的时间。你觉得快吗？你觉得快不快？滚！分别用时980 Pro 20.46秒 ，SN850 19.57秒，智泰 Type Pro 7000最快，只要18.57秒。这样看起来，在顺序读写速度这边 ，Type Pro 7000的确是更快。实际上，目前的 TLC 闪存是无法达到标称的数据的，因此厂商采用模拟 SLC 的形式来提升 SSD 的实际速度，以获得更好的宣传效果。但是，一旦缓存用尽，那么其速度便是 TLC 闪存的真实速度。这就像你点了个梅菜扣肉。表面上看全都是肉，但是一扒开全是梅菜，好吃的就那2口。梅菜扣肉，兄弟们。于是我采用了 HD Tune 进行测试。由于 HD Tune 软件的限制，最多只能测试 250G 的缓存。SN850 和 Type Pro 7000在空盘状态下的动态缓存都超过了 250G， 而980 Pro 在空盘状态下的动态缓存为 116G 左右，这确实有点少了。连250都没有。在半盘状态情况下呢，数据是这样的；在接近满盘情况下呢，是这样的。这样看下来的话呢，在缓存容量方面 ，Type Pro 7000最好 ，SN850 其次，而980 Pro 呢，在满盘下掉的就比较明显了。其实大家在日常使用中，除了持续读写，用的比较多的，其实反而是 4K 随机读写。根据 Crystal DSmart 数据，4K 多线程读取速度 ，SN850 则具有明显优势。4K 多线程写入速度呢，则是 Type Pro 7000最快。终于在 4K 单线程读写中，三星总算扳回一局。SN850和 Type Pro 7000则相差不大。大家比较关心固态硬盘在游戏方面的表现，这部分主要是 4K 随机读写性能。我分别测试了这几款硬盘进入游戏的速度。在赛博朋克2077中，同一段地图的打开速度980 Pro 最快；在刺客信条奥德赛同一段地图打开速度 Type Pro 7000是最快的。实际上来看，游戏性能3者表现都很优秀。我们甚至还费了好大的力气拆了 PS5。我操！
给它换上了 Type Pro 7000，和原生的硬盘进行了对比。使命召唤17打开的速度，原生硬盘快1秒；瑞奇与叮当原生硬盘和 Type Pro 7000的速度居然一模一样，都是3.08秒。这样看起来的话，这台 Type Pro 7000跟 PS5 原生硬盘相比，速度差不多，完全可以当做 PS5 的扩展盘使用嘛。0点几秒的差距，谁会在意啊？游戏方面，大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接下来就是煎蛋环节了啊！为什么说是煎蛋呢？现在的 PCIe 4.0 硬盘在使用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极致的高温，甚至会超过100度，导致硬盘经常会出现速度暴降的情况。我们在跑 Crystal 软件的情况下，除了软件显示的温度，我们还用测温枪测了几款固态硬盘的温度，结果让我大开眼界，这是几款硬盘的软件显示温度，而我们测温枪测的温度更离谱。这再多给几个 SSD， 我都能直接起锅做饭了。喷这么烫，那怎么避免它过热降频呢？那只能通过物理的方式让它冷静冷静了。而 Type Pro 7000为用户配备了散热片，我们测试了装上之后的温度，整体大约在55度左右。安装散热片之后降低了40多度，建议大家还是得配合散热片一起使用。这一段综合的测试下来，这3款硬盘确实是处在 M.2 消费级硬盘的顶级水平，顺序读写、大文件拷贝打开的速度 ，Type Pro 7000略胜一筹。PC 游戏方面，3块硬盘的差距在2秒以内。在主机游戏方面 ，Type Pro 7000能跟 PS5 原生硬盘速度差不多。发热方面，大家本你妈两吧。那再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一块更快的硬盘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不同呢？更快的软件打开速度，更快的游戏加载速度。有人可能会说，0点几秒的差距谁会在意啊？但就像所有的进步都是细微的一样，每一点速度都是有意义的。就像从它到它，你永远都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我是大飞，我们下期节目见。